我这是穿越了。我叫沈清慈，是从23世纪穿越而来的特工。别人穿越都是绝世美女、王侯将相，怎么到我这成了面貌丑陋的肥婆？不对，原主绝不是普通肥胖，这一身难闻的味道分明是中了毒。臭肥婆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，你也配得上本世子？真是没想到，大姐居然丑陋成这个样子。你这种丑东西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赶紧去死吧！三小姐放心，这些年我一直按照夫人的要求，在她的饭菜中下毒。她如今身形如猪，长相丑陋，绝对抢不了您和二小姐的风华。你做得很好。沈清慈，你把屋顶掀了，赶紧吃饭。这是吃饭还是喂猪啊？赶紧吃，吃不完不许出这个门。从原主的记忆看，她是靖安侯府嫡出大小姐，但性格过于怯懦。靖安侯有3个女儿，大女儿沈清慈是原配夫人所生，二女儿沈沐雨以及3女儿沈婉柔都是季氏所生。季氏怕沈清慈抢走属于她儿女的风华，便让人把她扔在了这老宅里，任由这些丫鬟婆子下毒欺压。赶紧吃啊，愣着做。这些年我敬你是我乳母，对你百般谦让，倒是让你忘了尊卑，不记得谁才是主子了。今日嬷嬷若是不把这一桌饭菜都吃了，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，塞进肚子里。我是你的乳母，你怎敢？乳母又如何？吃啊！难不成这饭菜中下了毒？你胡说八道！长期慢性剧毒，加上暴饮暴食，我这副丑陋的样子，全都拜你所赐的。你都知道了，吃还是死？你选一个。把他关进后院，对外宣称乳母染了传染性极强的病症，不能见人。往后这饭菜日日不落的给我送到他房里。怎么，本小姐说话不好使？乳母王氏毒害本小姐，这事儿若是传到我外祖耳朵里，你们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小姐，我们听您的。还好我精通药理，否则这侵入骨髓的毒还真不好解。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减掉这一身肥肉，把毒素逼出来。原主五官长得不错，瘦下来应该不会太丑。他中了毒，跑不了多远，杀了他！救我！历史经验，路边的男人不能捡。救我！我可以报答你。看在钱的份上，可救。正好买草药解毒，需要钱。小姐，乳娘王氏的脸上长了好多疮，身体也越来越胖，她吓疯了，说愿意交代一切，只求您饶了她这次。哼，他自己下的毒，不过才让他吃了几天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那看好他，他还有大用处。这宅子虽是侯府外宅，但看着真气派啊！这也太丑了，比我家猪都肥，让我娶她得加钱。姐姐，你看，连卖猪肉的王麻子都不愿意娶你，还是我好说歹说，才为你选了这门亲事。姐姐已经到了及笄之年，又被镇北侯世子当众退婚，父亲觉得你丢了侯府的脸，让我母亲尽快想办法把你嫁出去。这王麻子虽说家里不富裕，但毕竟是做正经生意的，姐姐嫁过去，他这么好，你嫁呗。沈清慈，你敢打我？哪儿来的狗乱吠，滚！沈清慈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回去告诉母亲，让母亲把你嫁给街边乞丐。你也滚！
多谢姑娘救我。我救你用的是上好的秘药，光压制你体内的毒性就费了我不少力气。1块金饼不够。那姑娘还想要什么？你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送信让家人来接你，顺便带上10块金饼。皇城想要我命的人太多，我如今伤势未愈，暂时不能回去，先拖延一下。姑娘，我重伤失忆了，暂时拿不出那么多，要不……概不赊账。那就以身相许吧。我救你时，你身上揣着金饼，衣服也十分华丽，不用我多想，也知道你身份不凡。既然你想留下养伤，总得付出点代价。这女人长得其貌不扬，倒是聪明。你和我成亲，帮我节省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我留你在此养伤，等你伤好以后便离开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有个身份暂时隐藏，确实能保证我的计划万无一失。放心，我不会碰你。好，我同意。小姐，您的脸……出去。欲速则不达。你今日……没什么，就感觉你有些不一样了。喝药。沈清慈，父亲发话了，让你尽快嫁人。王麻子，你今天嫁定了，把他绑了，扔到王麻子家里去。需要我出手帮你吗？你受了伤，还是乖乖坐在那儿看戏吧。那你小心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回去告诉靖安侯，我已经嫁人了，这是我的丈夫。姐姐，嫁给这个乞丐，哪有嫁给王麻子好？动手！你居然会武功？怎么可能？他的武功招数从未见过，凌厉透着杀气，一击毙命，干净利落。这么想嫁给王麻子，那你嫁好了。听说这是靖安侯府的3小姐，继室所生。你伤了她，就不怕靖安侯府找你麻烦？我等的就是他们。你要是怕了，可以提前离开，凑够金饼就行。财迷，我不是你丈夫吗？我能去哪儿？小姐，侯府来人了！大小姐，你残害姐妹，手段歹毒，侯爷让我们几个接您回府，听候发落。看来3小姐没有把话传达到，沈清慈已经嫁给了我，就是我的妻子。我的妻子就不劳烦侯府发落了。大小姐，婚姻大事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你竟与这种不三不四的乞丐私相授受，真是无药可救！来人，把大小姐给我押回侯府！你简直粗鄙不堪，丢人现眼！回去告诉靖安侯和他的继室，我会回去，让他们在侯府等着便是。若是再让人来打扰我，我便传信给外祖父，让他回来评评理。你外祖父年事已高，还远在边关，护不了你几日了。等你外祖父一死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需要我陪你回去吗？你在我这儿，不就是为了隐藏身份，躲着养伤的吗？做不到的事情，就不要轻易问出口。主子，皇城事态紧急，应该走了。
小姐原来这般好看，都怪那王嬷嬷，要不是她下毒，小姐怎会被人骂了这么多年的肥婆？小姐，姑爷走了，他就留了一袋这个，还有这一封信。赚了。小姐，姑爷不辞而别，那侯府肯定又要逼着小姐嫁给王麻子之流了。让人快马加鞭往边关给我外祖送一封信，传信给靖安侯府，本小姐要回府，让他们准备好迎接。是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娘，沈清慈他居然敢把我扔到王麻子那种人家里，要是被人知道了，我还怎么嫁人？我已命人将那王麻子灭口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娘，刚才老宅传来消息，大姐姐沈清慈要回来了，让您准备好迎接。好大的架子，还让我这个主母迎接。母亲，既然她想要排场，那咱们就宴请全皇城权贵。一个又丑又肥的丑八怪，一定会成为全皇城的笑柄，也能给三妹妹出口恶气。母亲，她丑得很。慕云舟曾说过，只要沈清慈敢回皇城，就打断她的腿。咱们公开宴请皇城贵胄，慕云舟肯定会被激怒，到时候……今日是大小姐沈清慈的归家宴，承蒙各位赏脸，应该的。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们也都想看看这靖安侯府的嫡出大小姐出落得多水灵了。听说镇北侯家那个慕云舟当众退了婚，还说这沈大小姐长得奇丑无比，奇丑无比。我还想着给我家那不成器的犬子相劝一门好婚事，毕竟靖安侯府大小姐是嫡出，祖父还是镇远大将军，身份尊贵，可惜了。去看看大小姐怎么还未到。等沈清慈成了全皇城的笑话，那镇北侯世子慕云舟的婚事一定会落在你身上。娘说的是。那个丑女人还敢回京，她若提及两家婚事，我打死她。云舟哥哥莫要生气，姐姐她迟早是要回家的。是啊，镇北侯府与我靖安侯府毕竟有婚约，我是绝对不会娶她的。既然有婚约，我宁愿娶慕雨，也绝不娶那个死肥婆。夫人，侯爷，大小姐的马车回来了。沈清慈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这沈家大小姐竟然是如此绝色，简直是天仙下凡。是啊，天上的仙女也不过如此。谁说这靖安侯府大姑娘丑的？这等明珠，她镇北侯世子不要，我们丞相府可就抢了。那可不行，我们淮安王府也得争一争。不，她不是沈清慈。你是谁？你不是沈清慈。沈清慈明明是个又肥又丑的丑八怪，你到底是谁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是那个肥婆？我们家小姐瘦下来了，就是这般好看。穆世子，这般绝色明珠你居然都遗弃了，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都别吵了！沈清慈是本世子的未婚妻，有婚约在身。穆世子，退婚书是你亲手交给我的，忘了吗？沈清慈，我给你脸了，今日要么答应跟我成婚，要么在侯府当尼姑，永远别想嫁出去。是吗？镇北侯世子好大的口气，当众强抢他人妻子，还真是脸面都不要。娘子，今日回门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？你不是留了金并和和离书走了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和离书？我不是留了一封信，让你等我3日吗？
她还真嫁人了。青瓷啊，你嫁的这是哪家公子？看着一表人才，与你很般配啊。母亲，你们可别被这个男人的外表给骗了，他就是个街边的乞丐，被沈青瓷捡回去养在外院的。乞丐？这公子看着不像啊。你确定？母亲，我早就见过这个男人。当初沈青瓷在老宅与他厮混的时候，我就让人打听过，就是个街边差点饿死的乞丐。姐姐，你该不会是还记恨着穆世子与你退婚的事，所以故意找了个乞丐把自己嫁出去，赌气吧？沈青瓷，你可是我慕云州不要的弃妇，整个皇城谁敢娶你？他是什么身份？想找死吗？你一个小小镇北侯世子，本王还不放在眼里。他自称本王，连镇北侯世子都不放在眼里，难道是皇子？王爷，大夏3位皇子，唯一年纪轻轻因战功封王的就是三皇子。战神顾北寒，他是三皇子。本世子的母亲乃是当今皇后的亲妹妹。当今皇上只有3位皇子，太子是我表哥，2皇子早夭。至于那3皇子，常年都在关外镇守，从未回宫。我看你是想要借着这个由头假冒皇子吧？沈青瓷，这可是死罪。你确定他是个乞丐？他就是个乞丐，老宅的人都知道，他是沈青瓷捡回家的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这个冒充皇子的乞丐抓起来！都住手！父亲，姐姐今日回来，还带回了一个乞丐，居然敢冒充三皇子。父亲，姐姐不仅仅要丢尽咱们靖安侯府的脸，还要让咱们侯府万劫不复啊！冒充皇子可是重罪啊！侯爷曾经负责押运边关粮草，必然是见过三皇子。此人冒充皇子，侯爷看要如何惩处？当年我押运粮草至边关，恰逢匈奴进犯，并未见到三皇子本人。此人，你说你是三皇子，可有信物？我们可从来没说过他是三皇子，都是他们胡乱猜测而已。姐姐，不装了，我知你是不想丢侯府的脸面，才找这么个乞丐装门面。可这么多世家贵胄都在，你这样做反而让侯府成了笑柄。逆女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，连皇亲贵胄都敢冒充！赶紧把这个逆女给我关进后院柴房！还有这个乞丐，乱棍打出去！我外公可是镇守边疆的大将军，三朝元老，谁敢动我？哼！沈青瓷，你带着一个乞丐装皇子，这件事要是闹到皇上面前，谁也保不了你。看在你现在长得还不错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云州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和沈青瓷催婚就娶我做正妻吗？只要你现在和这个乞丐和离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就让你入镇北侯府做妾。就凭你，也配让我做小妾？妾！我让你妾！疯了！爹，他疯了！那可是镇北侯世子啊，皇后的亲外甥！疯了！疯了！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拦住他！本王看谁敢！真是三皇子啊！一个乞丐哪里敢伪造皇子令牌？这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啊！是啊，父亲，你看那个乞丐还在装王爷，连皇家令都敢伪造，他这是想要拉着侯府一起死啊！侯爷，如今京都世家豪门都在侯府参宴，咱们靖安侯府的名声可算是让他丢尽了。沈青瓷，今日回来就是故意给侯府找不痛快的，是不是？父亲，您才发现啊！云州哥哥。沈青瓷，你和这个乞丐敢对我动手，还敢伪造皇家令牌，我这就入宫去告御状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小女顽劣，此子敢冒充三皇子，还敢私自造假令牌，已是犯了死罪。我沈崇安今日就将他赶出侯府，恩断义绝。
侯爷这是要和青瓷断亲？还以为回来断亲会费些力气，没想到这么容易。把断亲书拿过来。侯爷和侯夫人这是早就准备好断亲书了。看来今日的所谓归家宴，实则就是你们故意安排来与本王的王妃断亲的。还敢顶着王爷的旗号，不知死活的蠢货！你就是回来拿这个的吧？聪明啊！拿着断亲书滚出侯府！从此以后，我沈崇安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在场的各位，今日做个见证，我沈青瓷与靖安侯府再无瓜葛。但断亲归断亲，我母亲留在靖安侯府的嫁妆、宅子、铺子，我得一分不少的拿走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嫁妆？你有辱门楣，被赶出侯府，有什么脸提那些？赶紧把他给我打出侯府！这些年，侯府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都是我母亲的嫁妆，而我这个亲生女儿，却被你们扔去老宅，从小苛待。我的好继母，甚至买通我的乳母，从小给我下毒。这些账，咱们今天好好算算。他之前那副样子，原来是中了毒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是失心疯了。当年老将军夫人家可是富可敌国的皇商，老将军嫁女把金山银山都搬进了侯府。没有青瓷他娘，这靖安侯府能有今天的光彩？是啊，吃人家的，穿人家的，还苛待人家的女儿。这靖安侯也真够不要脸的。沈青瓷，你娘嫁过来，那嫁妆就是靖安侯府的。现在断亲书已经给了你，赶紧把她赶出侯府。沈青瓷，你们要造反吗？就是他，一个乞丐，冒充三皇子，还纵容那个疯妇殴打我。冒充皇子伪造身份令牌，可是死罪，你可认罪？沈青瓷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还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省得我亲自跑一趟大理寺了。伪造身份是我一人所为，所有罪责我一人承担。不过，我做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陈大人，不必听他废话，冒充皇子是死罪，我靖安侯府已经与此女断亲，再无瓜葛。快点把她带走，该怎么罚就怎么罚。突然很想知道，如果不挑明身份，他要如何应对这一切？把他带走。我手中有先皇赐给我外祖穆振渊老将军的免死金牌，即便犯下死罪，也能豁免。陈大人，你可认？那可是先皇赏赐给老将军的免死金牌，他居然给了沈青瓷这个外孙女。老将军对沈青瓷可真是宠啊！穆振渊那老东西，居然把免死金牌给了沈青瓷。就算有免死金牌，可冒充皇子是重罪，活罪也难逃。先帝所赐免死金牌，确实可保姑娘一条命，但冒充皇子此事重大，还是得请姑娘跟我们去一趟大理寺，等查明原疑，待我禀报皇上，再做决断。谁说本王冒充皇子？陈少安，才数年不见，你连本王都认不出了。微臣参见王爷，王爷恕罪。陈大人，他只是个乞丐，您可是认错了。他就是个乞丐。三皇子离京时还是个少年，沈侯爷没见过情有可原，但臣曾是三皇子贩毒，难道还能认错不成？真是三皇子，三皇子恕罪。王爷，是我们有眼无珠。若不是侯爷有眼无珠，本王还真是看不到这么精彩的宅斗趣事。果然，历史教训，路边的男人不能随便捡。
居然是皇子，金饼要少了。靖安侯，你寄给了本王的王妃断亲书，那王妃与靖安侯府便再无瓜葛。多叫几个人来靖安侯府，帮王妃搬运嫁妆。是，王爷，王爷，这都是误会，方才臣一时糊涂，那断亲书算不得数。哼，白纸黑字盖了侯府的印，怎么做不得数了？断亲可以，可你母亲的嫁妆你不能带走。你母亲嫁到侯府，那嫁妆就是侯府的。侯夫人还真是脸皮厚得很，按照大夏律，当家主母有权处置自己的嫁妆。沈清慈，你母亲去世时，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我，你无权带走。谁说我外孙女无权带走芸娘的嫁妆？外祖父，好孩子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是外祖父对不起你，一直戍守边关，不知这群畜生居然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外祖父，这不怪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今日大理寺少卿也在，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。岳丈大人，您年事已高，风尘仆仆归京，怎么不提前告知？哼，提前告知？提前告知能看到你吞我女儿嫁妆，还妄图害死我外孙，这都是误会。今生好吉时，买通这毒妇暗害我外孙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要如何解释？都是夫人，是夫人给了我毒药，让我在大小姐的饭菜中下毒，让她变得奇丑无比，满身横肉。她说只有这样，大小姐才能被穆世子厌弃，侯府的一切才能属于二小姐和三小姐。她之前那副肥婆的样子，居然是因为中毒，太狠毒了！这柳氏怎么能如此歹毒？此事侯夫人要如何解释？他血口喷人！他血口喷人！这是这些年您与王氏的往来密信，上次给他的金银首饰和银钱，你还要狡辩？既然夫人无话可说，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侯爷救我！侯爷！岳丈大人，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，这些年是我对不起青瓷，往后我一定好好弥补青瓷。弥补？你我再无瓜葛，弥补就不必了。我母亲的嫁妆我要拿走。沈青瓷，我是你父亲。沈崇安，芸娘走前曾经入宫请了圣旨，她死后所有的陪嫁都归青瓷所有，你要抗旨吗？拿着嫁妆清单去搬，属于我母亲的东西，一个钉子都别落下。是。这是我的，这些首饰都是我的。你的？偷了别人的东西，用了几年，就以为是自己的了？沈青瓷，别以为你赢了，你不过就是仗着你外公和三皇子，你外公迟早会死，三皇子也绝对看不上你这种又肥又丑的女人。我如今可是三皇子顾北寒的正妃，如此出言不逊，我就是让人打死你，也是你自找的。我记得这块黄桦林的门匾也是我母亲的嫁妆购置，给我拆下来，砸了当柴烧。是。沈青瓷，你少得意，我们走着瞧。我这才刚开始，未来的日子还长着，咱们慢慢清算。解气了？还没。那就慢慢来。三皇子，身份特殊不是有意瞒你的，你是什么身份我不感兴趣，你就是皇帝也与我无关，但你身份尊贵，之前给的金饼太少了，得加钱。那你做我的王妃吧，王府的钱财都归你，有这个身份在，你想对沈家做些什么也方便些。放心，你若不愿我不会碰你，我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，父皇的身体撑不了几日了，他盼着我成亲。所以我们现在是盟友。可以这么理解。
成交，事成之后找机会和离。我要1000块金饼。成。父亲，沈清慈带走了那些嫁妆，现在侯府库房亏空，还倒欠他35000两。他借着三皇子的事，逼咱们侯府写了借条。这个孽畜，这是要把侯府赶尽杀绝！父亲，他现在仗着三皇子有恃无恐，今后怕是也不会善罢甘休，咱们得提前做打算了。他有免死金牌，又有穆镇元那老东西护着，如今还嫁给了三皇子，我们要如何打算？父亲，宫中传出消息，皇上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。太子一直忌惮三皇子顾北寒以及穆镇元的兵权，只要太子顺利登基，就没人能护着他沈清福。你说的对，你与母亲越来越像了。外祖父，母亲的死可能也并非意外。王氏偶然提起过，我母亲死前，柳氏与沈崇安就已经暗中苟合了，所以沈沐雨的年纪与我相仿。这个孽畜，我要杀了他！外祖父，此事过去太久，证据已经很难固定，此时杀了他，对我们不利。这种人，死太便宜他了。都怨我，没保护好你们母女。该死的是沈崇安，您年事已高，切莫动怒。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，您放心，靖安侯府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外祖父，孙儿这次着急叫您回来，不仅仅是为我撑腰的，而是有一件大事。你是想说陛下病重的事？您怎么看太子与三皇子顾北寒？太子表面仁厚，实则荒淫无道，且听信妖道，为求长生残害生灵。这也是皇上为何迟迟没有将权柄交给太子的原因。至于三皇子顾北寒，此子母妃出身不高，被皇后忌惮，从小便被扔到军营，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为人正直，心中有百姓，且能力天赋皆属上乘，是皇位的最佳人选。外祖父，您手中有多少兵马？30万精锐。有30万精锐，还和他们玩毛线啊？直接掀桌啊！外祖父，沈崇安和穆家都是太子党，我们若想赢，只能靖王妃的身份可能更方便你接下来的计划。当朝三皇子年幼便被送往边关历练，16岁便独自带兵8000人杀入敌军大营，活捉敌人守将，17岁封王，是大夏最不受宠，但却凭着战功第一个封王的皇子。可惜啊，树大招风，你太优秀，也太强了。皇上病重，却迟迟没有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意思。朝中大臣多数站在你这边，认为你的才能远超太子，所以太子急了，想要你的命。没错，我接到父皇密诏回京，途中却遭遇劫杀，你救了我。靖安侯与镇北侯都是太子党，一旦太子登基，我的计划就难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结盟吧。成交。王妃，王爷让属下统领的30暗卫随时听从您的调遣。盯着靖安侯府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小姐，皇上病重，现在皇后太子把持朝政与后宫，他找人当了替罪羊，把柳氏从大理寺放出来了。无妨。皇后还召您入宫，说是要见您。王爷不在王府，一旦入宫，没人护着您，这可怎么办？开玩笑，我外公手里30万精锐，我怕个锤子。让人传消息给太子，就说只要他允我太子妃之位，我愿意说服外祖父扶持他登基。皇后娘娘，那沈清慈也不知怎么和三皇子勾结在一起，一回来就要置我们靖安侯府于死地。这摆明了是要拉拢穆镇渊老将军，战三皇子。姨母，那个沈清慈太过嚣张，当众殴打我，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一个从小养在宅的野孩子，本宫还不放在眼里。等他来了，本宫好好挫挫他的锐气，
替你们出口气。多谢皇后娘娘。沈清慈见过皇后娘娘。沈清慈，你可知罪？臣女何罪之有？身为女儿，你不敬嫡母，掏空侯府，还将嫡母送进大理寺。你说，你错在哪里？身为继室，下毒谋害嫡长女，将先主母的嫁妆据为己有。皇后娘娘身为一国之母，是天下女子的表率，自是不会与这等恶毒之人为伍的。对，好一个伶牙俐齿！来人，沈清慈不敬皇后，给我掌他的嘴，好好教教他规矩。哼！沈清慈，你疯了！你敢对皇后娘娘不敬？你简直反了天了！来人，给本宫把他拉下去，杖责30，打到他懂规矩为止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拖出去！皇后娘娘动我之前，可要考虑清楚后果。嚣张至极！本宫就算打死你，你外公穆振渊也不敢拿本宫如何。我外祖父是不能把您如何，但您的太子呢？母后，您怎么能对青瓷妹妹这么凶？青瓷妹妹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母后只是一时被他人蒙蔽。就是他们母女俩挑唆呢，太子可愿意帮我好好惩罚他们？来人，把这2个教骚是非的毒妇拖出去，杖责20。皇后娘娘，救命啊！太子哥哥，柳氏下毒差点害死我，我外祖父恨不得杀了他，只打20大板，是不是太轻了？青瓷妹妹说的对，20大板确实太少了。这种毒妇，打死也不为过。拉下去，打40大板。皇后娘娘，救命啊！云州哥哥，求你救救我们！太子表哥，这40大板，人不死也要残废了。太子哥哥，当初若不是慕云舟非要退婚，也不会惹怒我外祖父。废物，蠢货！沈远月！青瓷妹妹，听说你和三弟……与顾北寒在一起也是无奈之选，毕竟慕云舟作为您的表弟，却坚决退婚。外祖父以为您厌弃了他，这才退而求其次，选择三皇子。那是他眼盲心瞎。青瓷妹妹，本太子愿意册封你为太子妃，待将来我登基，你就是中宫皇后。太子哥哥，我会把你的想法告诉外公的，你等我好消息。皇儿，你当真要让那个女人做太子妃？表哥，你怎么能为了那个女人打我？废物！如果不是你非要退婚，本宫至于这般被动？他那时候就是个死肥猪，我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。母后，穆振元手里可有30万精锐，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等儿臣登上皇位，您就算把沈清慈千刀万剐，儿臣也绝不拦着。沈清慈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40大板还做不了鬼，最多瘫在床上休养个半年。何况你活着，我都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成了鬼你就能耐了。王妃，
静安侯府这几日异常安静，今日柳氏和沈沐雨是被抬回静安侯府的，沈崇安没有任何动作。这么能忍啊？那再送他们点大礼。沈崇安不是养在外面个外室，找人告诉他柳氏被罚快死了，让他回去争主母之位。是。找人把沈婉柔和杀猪匠王麻子的事大肆宣扬一下，给静安侯府添添彩。是。你去哪儿了？伤这么重。父皇病重，皇后的人将皇宫守卫全都换成了他们的人。我想将父皇救出来，但对方高手太多。皇后和太子怕出变故，他们这么防备着你，说明皇上早有另立储君的打算。我捡你回家那日什么没看过，你还是捂脸吧。我有办法帮你入宫救出皇上。现在皇宫铜墙铁壁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去绑架太子。东宫一乱，那些高手肯定是要过去增援的，你趁机带人救出皇上。你若扮成刺客，怕是进不了东宫。太子十分警惕，我的人多次想要闯进去，都未成功。谁说我要扮成刺客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主母，小姐，不好了！侯爷养在外面的外室抱着孩子上门了，侯府外面全是人，他说您快死了，要侯爷娶她过门。如今风口浪尖上，太子因为避嫌对父亲避之不见，将来就算登上皇位，也未必会重视咱们侯府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若是太子真娶了那个沈清慈，那咱们以后的日子会更加难过，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你买通几个杀手。你说的办法到底是什么？这不送上门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您让我们盯着沈清慈，静安侯府主母找了杀手去杀他了。蠢货！静安侯府那一群蠢货！早知道那日在母后这就该打死那两个蠢货。沈清慈没事吧？他现在对本宫还有大用处，若是他死了，那穆振渊必反。太子殿下，沈清曹让人绑了5个刺客过来，说是要让您替他做主。让他进来。青瓷妹妹可有受伤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做主。太子哥哥，他们想要我的命，还说是您派来的。我死了，这不是故意激化您和我外祖父的矛盾吗？满口胡言！说，谁派你们去刺杀的？救命啊！刺客要刺杀太子！不好了，东宫走水了！走水了！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本就是要来刺杀你的，是静安侯夫人那个蠢货买通我们刺杀沈清慈，我们将计就计，为的就是来杀你。跟我们走，让他们放下弓箭，不然现在就杀了你。静安侯府都愣着做什么？全都放下！皇宫的高手都被引开，已经成功救出父皇。太子输。太子殿下，属下救驾来迟。让人把崇安侯府的人给我关进大理寺，给我上刑！上刑！是。皇上体内是慢性剧毒，说明皇后与太子早就想要他的命了。这种毒已入骨髓，我也无力回天。阿景，朕已经很久没有叫过你的乳名了。父皇，
那毒妇早就想要你的命，朕当初送你去边关也是迫不得已。你可恨朕？朕一直在等这一天，等太子与那毒妇弑君的罪名所实，等我的阿锦满身战功，百姓拥立的那一天。还以为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没想到皇上居然会为顾北寒的未来连自己的命都算计进去。朕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娘。朕年幼登基，无权无势，权柄都在皇后母族手中，迫不得已立她为后。你娘为了让我再无后顾之忧，生下你以后便服毒自尽。这些年，朕活着如同行尸走肉，死了便能早些下去与她团聚了。别这么说，您会好起来的。我早就知道那毒妇给我下毒，可我还是吃了，不过是为了放松他们的警惕，一步步蚕食他们的权柄罢了。阿景，如今机会来了。沈清慈，阿景执意要娶你为妃，朕便信你有过人之处。这孩子与我最像，心中只容得下一人。皇上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你也不要我了吗？啊，怎么突然就开始道德绑架我了？青瓷，阿景，朕就托付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待他。太子明鉴，这件事太过蹊跷。太子殿下，那刺客是沈清慈带进东宫的。东宫原本铜墙铁壁，刺客根本杀不进去，怎么就那么巧合？皇儿，他说的也有道理。皇后娘娘不好了，昨夜东宫走水，侍卫被引开，有人趁乱带走了皇上。今早奴才过去，皇上不见了。是顾北寒，一定是顾北寒。皇上被他们带走，我们就全完了。母后怎么办？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宣布皇上驾崩，储君登基。那父皇若是回来，那就不让他回来。反正那毒已入肺子，在他入宫前，把那些碍眼的人全都解决。好姐姐，皇上驾崩，太子马上就要登基了。你带人绑架太子的事情已经东窗事发了，太子命我们前来抓你。沈清慈，你也有今天。大清早的犬吠什么呢？你和王麻子的艳事儿人尽皆知，还有脸出来呢？我要杀了你！沈清慈，你现在跪下求我，肯入我镇北侯府做个侍妾，我还能求太子饶你一命，如何？自己送上门来的，要怎么处置？当然是关门打狗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想造反吗？你要敢动我们太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今天心情好，你和沈沐雨只能活一个，不如我数到3，你们姐妹俩谁先逃出去，我放过谁如何？3。沈婉柔，你还真是个蠢货，你给沈沐雨当了一辈子舔狗，到头来就落得这么个下场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杀了你脏手，滚！把他扔到东宫门外，等太子的人上门。是。我是御林军统领，靖王预谋造反，篡权夺位，杀！怕吗？怕什么？怕他们太菜。皇后和太子把那点人手都用来杀你了，那东宫可就没人了。穆老将军早就已经接到父皇口谕，此次回京就是为了秘密调兵，太子翻不出花样了。你父皇为了你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穆振渊，你要造反吗？老臣奉皇上之命，击杀反贼。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弑君篡位，斩立决。不可能，
我是太子，父皇不会杀我，我要见父皇。我要见皇上，我要见皇上。你们输了。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，所以提前让穆振渊以回城看外孙女的名义调兵遣将。你母族势力错综复杂，朕用了整整10年才将你们一一清除。原本只要你们安守本分，朕还能给你们一条生路。可惜，杀一个不留。父皇，我也是您的儿子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那就问问你的好母后，你到底是谁的儿子？你早就知道，你果然早就知道。这么劲爆，太子居然是野种。我也是刚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都是你，都是你的错，不然这皇位肯定是我的，我是太子。杀！东宫之人一个不留。贱人，你为了活命，居然不顾我的死活！我才是侯府嫡出大小姐，你只是妹妹，为了我死又怎样？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皇上死了也是太子登基，只要不是顾北寒、沈清慈那贱人，就奈何不了我们。侯爷，宫里出事了，陛下驾崩了，传位于三皇子顾北寒，太子与皇后毒害皇上，被立处死了。靖安侯，你的小妾在我们胭脂府所赊了3500两银子，拿来。靖安侯，您夫人在我们恒昌绸缎铺欠了5000两银子。我们长安酒楼小本生意，姨父2位千金在我们酒楼欠下15000两白银，赶紧拿出来。父亲，沈清慈那个贱人带走了他母亲的嫁妆，侯府现在没钱了。父亲，父皇走前把我托付给你，你不能言而无信。顾北寒，你别耍无赖，我们说好的合作关系。我的身子都被你看了，你必须负责。沈清慈，做朕的皇后吧。后宫只你一人，江山为聘，国库归你，大夏商路归你管理，你想要什么，朕都给你。国库啊，那得有多少金饼？娘子，我已经昭告天下，封你为妃。我是皇后娘的亲生父亲，让我见皇后娘娘，你们不能把我贬为庶人，让我见皇上。娘娘，皇上，柳氏已经死了，沈婉柔疯了，沈沐雨跟慕云舟跑了，路上遇到劫匪，2人都被杀了。镇北侯府贪污，满门被抄，沈崇安被贬后，那点家当全都被小妾卷走，现在哭着要见皇后，把这个交给他，顺便告诉他，他和柳氏联手害死我母亲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我不会要他的命，我要他苟延残喘活着，免得脏了地府轮回的路。属下遵旨。青瓷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我这是穿越了。我叫沈清慈，是从23世纪穿越而来的特工，别人穿越都是绝世美女、王侯将相，怎么到我这成了面貌丑陋的肥婆？不对，原主绝不是普通肥胖，这一身难闻的味道分明是中了毒。臭肥婆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，你也配得上本世子？真是没想到，大姐居然丑陋成这个样子。你这种丑东西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赶紧去死吧！三小姐放心，这些年我一直按照夫人的要求，在她的饭菜中下毒。她如今身形如猪，长相丑陋，绝对抢不了您和二小姐的风华。你做得很好。
沈清子，你把屋顶掀了，赶紧吃饭。这是吃饭还是喂猪啊？赶紧吃，吃不完不许出这个门。从原主的记忆看，她是靖安侯府嫡出大小姐，但性格过于怯懦。靖安侯有3个女儿，大女儿沈清慈是原配夫人所生，二女儿沈沐雨以及3女儿沈婉柔都是季氏所生。季氏怕沈清慈抢走属于她儿女的风华，便让人把她扔在了这老宅里，任由这些丫鬟婆子下毒欺压。赶紧吃啊，愣着做。这些年我敬你是我乳母，对你百般谦让，倒是让你忘了尊卑，不记得谁才是主子了。今日嬷嬷若是不把这一桌饭菜都吃了，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，塞进肚子里。我是你的乳母，你怎敢？乳母又如何？吃啊！难不成这饭菜中下了毒？你胡说八道！长期慢性剧毒，加上暴饮暴食，我这副丑陋的样子，全都拜你所赐。你都知道了，吃还是死？你选一个。把他关进后院，对外宣称乳母染了传染性极强的病症，不能见人。往后这饭菜日日不落的给我送到他房里。怎么，本小姐说话不好使？乳母王氏毒害本小姐，这事儿若是传到我外祖耳朵里，你们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小姐，我们听您的。还好我精通药理，否则这侵入骨髓的毒还真不好解。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减掉这一身肥肉，把毒素逼出来。原主五官长得不错，瘦下来应该不会太丑。他中了毒，跑不了多远，杀了他！救我！历史经验，路边的男人不能捡。救我！我可以报答你。看在钱的份上，可救。正好买草药解毒，需要钱。小姐，乳娘王氏的脸上长了好多疮，身体也越来越胖，她吓疯了，说愿意交代一切，只求您饶了她这次。哼，他自己下的毒，不过才让他吃了几天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那看好他，他还有大用处。这宅子虽是侯府外宅，但看着真气派啊！这也太丑了，比我家猪都肥，让我娶她得加钱。姐姐，你看，连卖猪肉的王麻子都不愿意娶你，还是我好说歹说，才为你选了这门亲事。姐姐已经到了及笄之年，又被镇北侯世子当众退婚，父亲觉得你丢了侯府的脸，让我母亲尽快想办法把你嫁出去。这王麻子虽说家里不富裕，但毕竟是做正经生意的，姐姐嫁过去，他这么好，你嫁呗。沈清慈，你敢打我？哪来的狗乱吠，滚！沈清慈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回去告诉母亲，让母亲把你嫁给街边乞丐。你也滚！多谢姑娘救我。我救你用的是上好的秘药，光压制你体内的毒性就费了我不少力气。1块金饼不够。那姑娘还想要什么？你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？送信让家人来接你，顺便带上10块金饼。皇城想要我命的人太多，我如今伤势未愈，暂时不能回去，先拖延一下。姑娘，我重伤失忆了，暂时拿不出那么多，要不……概不赊账。那就以身相许吧。我救你时，你身上揣着金饼，衣服也十分华丽，不用我多想，也知道你身份不凡。既然你想留下养伤，
总得付出点代价。这女人长得其貌不扬，倒是聪明。你和我成亲，帮我节省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我留你在此养伤，等你伤好以后便离开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有个身份暂时隐藏，确实能保证我的计划万无一失。放心，我不会碰你。好，我同意。小姐，您的脸……出去。欲速则不达。你今日……没什么，就感觉你有些不一样了。喝药。沈清慈，父亲发话了，让你尽快嫁人。王麻子，你今天嫁定了，把他绑了，扔到王麻子家里去。需要我出手帮你吗？你受了伤，还是乖乖坐在那儿看戏吧。那你小心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回去告诉靖安侯，我已经嫁人了，这是我的丈夫。姐姐，嫁给这个乞丐，哪有嫁给王麻子好？动手！你居然会武功？怎么可能？他的武功招数从未见过，凌厉透着杀气，一击毙命，干净利落。这么想嫁给王麻子，那你嫁好了。听说这是靖安侯府的三小姐，继世所生。你伤了她，就不怕靖安侯府找你麻烦？我等的就是他们。你要是怕了，可以提前离开，凑够金饼就行。财迷，我不是你丈夫吗？我能去哪儿？小姐，侯府来人了！大小姐，你残害姐妹，手段歹毒，侯爷让我们几个接您回府，听候发落。看来三小姐没有把话传达到，沈清慈已经嫁给了我，就是我的妻子。我的妻子就不劳烦侯府发落了。大小姐，婚姻大事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你竟与这种不三不四的乞丐私相授受，真是无药可救！来人，把大小姐给我押回侯府！你简直粗鄙不堪，丢人现眼！回去告诉靖安侯和他的继室，我会回去，让他们在侯府等着便是。若是再让人来打扰我，我便传信给外祖父，让他回来评评理。你外祖父年事已高，还远在边关，护不了你几日了。等你外祖父一死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需要我陪你回去吗？你在我这儿不就是为了隐藏身份，躲着养伤的吗？做不到的事情，就不要轻易问出口。主子，皇城事态紧急，应该走了。小姐原来这般好看，都怪那王嬷嬷，要不是她下毒，小姐怎会被人骂了这么多年的肥婆？小姐，姑爷走了，他就留了一袋这个，还有这一封信。赚了。小姐，姑爷不辞而别，那侯府肯定又要逼着小姐嫁给王麻子之流了。让人快马加鞭往边关给我外祖送一封信，传信给靖安侯府，
本小姐要回府，让他们准备好迎接。是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娘，沈清慈她居然敢把我扔到王麻子那种人家里，要是被人知道了，我还怎么嫁人？我已命人将那王麻子灭口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娘，刚才老宅传来消息，大姐姐沈清慈要回来了，让您准备好迎接。好大的架子，还让我这个主母迎接。母亲，既然她想要排场，那咱们就宴请全皇城权贵。一个又丑又肥的丑八怪，一定会成为全皇城的笑柄，也能给三妹妹出口恶气。母亲，她丑得很。慕云舟曾说过，只要沈清慈敢回皇城，就打断她的腿。咱们公开宴请皇城贵胄，慕云舟肯定会被激怒。到时候，今日是大小姐沈清慈的归家宴，承蒙各位赏脸，应该的。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们也都想看看这靖安侯府的嫡出大小姐出落得多水灵了。听说镇北侯家那个慕云舟当众退了婚，还说这沈大小姐长得奇丑无比。奇丑无比？我还想着给我家那不成器的犬子相劝一门好婚事。毕竟靖安侯府大小姐是嫡出，祖父还是镇远大将军，身份尊贵，可惜了。